好，我们接下来来聊聊大陆对稀土的管制。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一个标语是中国打蛇打7寸，表示的这个稀土的管制是打到了所谓的要害。大陆商务部呢是出了2个公报，包括了这个2025年第61号跟第62号公告。对境外相关的稀土品项要实施这个出口管制，而这2项公告也引起注意，我们来分别来看包括了这个如果最终用途是用于研发生产14奈米及以下逻辑晶片，或是256层及其以上这个储存的晶片，或是研发具有军事用途的 AI 等等呢，都需要逐批的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批审。而另一方面也提到了这次的管制将从产品要延伸到技术，无疑是这个博弈一个重大的一个升级。这表明中国的策略已经从单纯的资源管控来转向更深层次的技术封锁，意图要延缓甚至阻断美国等竞争对手建立独立自主稀土供应链的一些相关努力。可以看到2025年大陆相关提出了包括61号跟62号管制，引起相当大的一个注意。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美国的农产品，特别是大豆方面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洪州的农民是不是会出现倒戈的一个状况？主要就是美国大豆遭到了中国的断单。相关的学者揭露，这个北京可以说是技高一筹，是完全打中了川普的要害。中美在关税问题上陷入了相当紧张的对峙，而大豆更成为2国贸易的竞争的一个核心因此呢，中国政府打中了川普的要害，共和党最在意的洪州的选票可能会出现倒戈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说5月起大陆是1粒大豆都没有买，然后川普政府准备向印度来推销。自从2025年的5月起，中国再也没有向美国购买1粒大豆，这是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另外呢，除了中国，美国大豆的主要的买方包括了墨西哥、欧盟跟日本，还有印尼呢。如今中国订单是转向了巴西、阿根廷，那美国正在是敦促像是非洲或是亚洲各国增加购买量。不过呢，川普的团队甚至呢是向印度来进行推销。不过这些新的市场的拓展行动难以填补中国市场的相关的一些空缺而另一方面，大家也提出了一些质疑，特别是美方是美国有没有把印度推向了中国？因为呢，美国寄出了50%的关税，等于是重击了印度那印度的智库就向东看，向东看是看哪边？就是靠向了一个中国印度政府顶级智库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就认为呢，印度需要向东看，专注于扩大于邻国中国的出口，否则印度会在全球市场上陷入一个落后的一个局面。目前呢，大陆跟这个印度之间的关系改善，贸易商呢也寻求印度国企用人民币来结算俄国的石油。根据路透社引述贸易人士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呢，目前供应俄罗斯石油的贸易商已经开始要求印度国营炼油厂用人民币来进行相关的一些结算。可以看到中国跟印度的关系是越来越改善。我们请亮哥。这个中国刚公布这个稀土新一波的管制我觉得摆明就是要进一步对美国的半导体，因为那个军工的部分本来就没有提供了啦，那现在进一步要对半导体制造要来加以做反制嘛，那等于就是要逼美国来谈因为中国大陆最在乎的就是半导体啦所以我觉得。包括连那个大豆连续5个月没有下1粒大豆的订单，这个也是在累积筹码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做一个大的交易因为目前彭博有传出嘛，中国大陆说，不然我5年投资你1兆美元那换取那个国安管制的取消。如果川普敢做这么大的交易。那中美关系就会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了因为中国大陆也想开了嘛，就是我太阳能电池比亚迪到美国还是可以得到相当的利益嘛，是那你美国愿不愿意让我来投资那你半导体要不要解除来换取我的稀土这个事实上凸显出中国大陆的筹码越来越多了
因为2024年中国大陆的全球贸易顺差1兆美元，那今年一般估计啦，恐怕会到1兆2千亿美元。他手上的钱越来越多啊，你不觉得跟那个辉达有点像吗？辉达现在手上现金700亿美金啊，所以到处投资。那中国大陆也一样啊，反正我今年年底我手上又有那么多钱，我一年给你2000亿算什么？那就来交易吧。那你国安管制你就取消吧。那我稀土也管制你的半导体，不然大家都来做交易，你也不要管制我了，我也不要管制你了啊。如果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哦，等于是2019年，就是你如果愿意，那2019年中美达成的那个第1阶段贸易协议，那中国就履行嘛，包括买农产品啊，买能源啊，都可以啊。其实手上有钱哦，底气就是大，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恐怕川普现在是在常考啦，因为贝森特又在那边吹牛了，说预期这个 APEC 2个人见面就会有好消息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贝森特跟川普都蛮喜欢讲这种话，充满乐观所以就往前去走吧那我觉得印度这个国家跟中国现在暂时回暖这也不要推论太远我觉得印度这个国家，只要川普随时跟他招手，他还是会以美国为主，就回去了。对，所以不要太乐观了现在就是还没好嘛那我认为川普早晚会给印度减关税的啦。现在就考到那个俄罗斯那个油嘛那给你增个25%，结果印度现在的税是50%。对可是坦白说，他跟美国的贸易没那么大啦。所以现在就是肚子有气了所以就故意来玩大的中国牌了。连甲亢解突然都亲中了，这实在是难以想象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暂时的。中国大陆也清楚了，心知肚明了。可是你愿意跟我交往，我就跟你交往，就是这样。好，我们请聂老师。OK， 那个我觉得中美贸易战从川1.0到现在川2.0，它打的当然是看不到隐形的也有，这个实体的也有，就是反正如火如荼啦。说实在的，但是它打到全方位战，但我觉得有层次之分啦之前呢各种战都有，金融战也有，但我们现在讲到的现在最大的2个呢，会影响到人民，也影响到政治的未来的走向的，一个是民生嘛。一是民生，大家要生活，民生经济。第二个呢，当然就是生活。那生活什么？科技，你的未来就是科技未来。那很清楚的，它层次中呢，我们知道最上层的科技未来呢，是美国最怕中国追上它，所以在川1.0版就用了各种方式，不然对中兴这个中兴就是做那个伺服器的，到这个华为，到中兴半导体那个草字头那个兴。它所有的完全封锁，甚至把它的整个这个洗产地，甚至清单全部封锁。你看华为清单3个阶段，一直在传1.0版。我觉得这次的中国就是以牙还牙嘛，所以这次抓到了稀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因此呢，因为稀土的17种元素，它不管在储量、产量，甚至它的最重要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分离这个萃取的这种技术已经高超到全世界已经控制到90%。因此呢，这个筹码高到它可以勒住美国的喉咙。因此它丢出61号公报以及62号公报，就是在科技上要跟你对视，很清楚，他就告诉你我要严管技术严管。第二个呢，要逐步审查，也严审，你不要有什么其他的，甚至有一些这么偷鸡摸鱼就走进去的，所以他们逐审和严管，这样很重要的一个，让他的稀土不会有把这个高端的呢进到了美国，让他可能在抗争之后会赢我们。那当然非常清楚，我们知道稀土有所谓民用、军用。那即便说好军用它已经管制，当然它还是要严格去审查，万一从其他的地方过去的怎么办？因此我觉得中国也很小心，怕也想学美国嘛，以牙还牙，做各种不管是各种方式，然后要封锁它的这个所谓稀土的技术的出口。我觉得这个是它很重要的未来的筹码之一。它最主要的大家刚刚讲到 AI 嘛，因为 AI 现在东西越小越好，所以14奈米以下的。
东西，它一定这样，这里需要的稀土，它一定要严格管。第二个是记忆体的储备要越来越大，所以256层以上的它就要封锁，就要严审。第二个呢，我要讲大陆这个东西也应该要再继续谈下去。民生经济非常重要，尤其中部这个洪州，全部都是你以前的票仓，结果他们的票选给你，结果你现在打了一个关专，让他们活不下去。活下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就是中国，我虽然只生产5%的大豆，全世界吃米吃麦，大豆也非常重要，也很营养。但是你美国31%，我为了以前消弭我们之间的贸易逆差，我稍微的对你好一点，就是互惠。那叫 reciprocal 互惠，我买你，因为你是全世界的31%，结果呢，你现在这样子的经济打击我，当然我们被打痛了，我们也用了各种方法想要回击你。后来觉得这个我们这么样大量买你大豆的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做，因此他就去找了南美洲12国家最大的2国，东边的巴西，南边的阿根廷，这2个国家的产量多少呢？是38还有13，加起来就超过世界的1半。所以呢，你只要38%的巴西只要供应，而且巴西据我所知，大豆的价格会卖得比你美国还便宜。那我还是再一句话，就是过去为什么买美国大豆，就是为了平衡他们经济的逆差。今天呢，有了其他的这个地方，我可以走到这个地方去买，那我为什么还要这个依靠你这里？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呢，在不管是民生经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大国博弈之下，或者是我们比较高科技的我们管这个晶片对上这个稀土之间的这个王比王啦，我觉得这个终极战争这个大国博弈。龙鹰之争，未来的王比王大概就是晶片和稀土之争。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当然，我觉得所有的我觉得还要去观察下去，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呢，当然我们不管怎么去做研究，晶片到底有多深，你必须很熟知，因为它这个其实技术非常深层。我们的这个稀土也是一样，所以这2样东西，如果你抽丝剥茧去了解的话，真的这个世界的未来真的是有很多好戏可看。好，我们请严老师。我想，其实美中之间现在大陆的武器就是包括我们常常最爱讲的 supply and demand 嘛就是供应，它供应稀土 supply， 对不对？那你就知道当它控制这个稀土出口的时候，对美国的这个造成的压力。那另外呢，它买你美国的东西的时候，那也是让你的美国的这个农民能够把这个大豆销到大陆去，真的是最大的市场。那我觉得它就有点类似40年前台湾跟美国的贸易的时候，就是美国的消费力很强，那所有国家都要把东西卖到美国。是，那现在看起来，当然大陆的消费力绝对没有美国强，可是，在某些产品上面它的人口是你的那么多倍，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需要的东西，你在美国的大豆并不是最主要的这个农产品我们讲食用的也好，所以今天大陆可以拿这个当武器。那每年我自己在中西部住过我当留学生的时候我还种过大豆呢就是我自己种了，很好吃就是我们拿来就是我们的毛豆来吃嘛，很好吃所以如果今天中西部5月到10月，5月种就是雪融了嘛，差不多地软了之后没有冰冻了，5月开始种，大概就9、10月收成。现在在收成的时间里，发现没有办法卖出去。然后呢，大陆买的对象是谁？是阿根廷。阿根廷是什么样一个国家？米雷是川普的战友所以呢，这个国家经济一塌糊涂。川普现在要援助他200亿美元纾困就是要帮忙救他。可是呢，他在这个之前呢，他就先降了他们的关税出口，把大豆卖到中国去。川普这样的一个好友等于是后面踩你的一脚，你还要给他纾困200亿美元，所以我搞不清楚川普在想什么东西了。纾困金句中国对。然后川普还说我们从关税里头赚了很多钱，我们可以拿来给这些农民不要你这个啦。农民就是真的讲真话。过去我也看过，中西部农民就是你老早政策好，要我休耕我就休耕嘛，我少耕种一点，就是不然的话，现在我怎么知道今天会被你谈成这个样子我生产了，结果没办法销出去，你要不然就早通知我自己看过，去参观我朋友的那个农地，他就跟我说这一块是玉米田，那个是大豆田，这一块休耕，政府付钱给我们，叫我们不要种，那我觉得也可以嘛可是你看现在种了，
种出来以后，你要全部放在那个 silo 里头，其实也会蛮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川普在做这些农业谈判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过，你的农产品，人家有很多的，包括加拿大、包括澳洲、包括这些各个国家可以取代你，稀土没办法取代，你要去考虑这个问题。重点就是东西要卖出去。我们接下来还在继续讨论有关于这个 AI 的中美的相关的一些竞赛哈。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这个川普对于美国的技术是相当的有信心哈。美国在 AI 的领域，按照川普的说法，以超乎想象的水平来击败所有人，是非常有信心。不过呢，黄仁勋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呢，美国在 AI 发展方面领先中国的差距并不大哦，这是黄仁勋的说法，需要采取更细致入微的战略才能保持优势。那大陆方面在 AI 方面的一些产业，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主要还是在股市。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人工智慧呢是推动了中国股市的上涨。今年呢，中国 AI 产业中扮演这个相当重要角色的企业股价都实现了3位数的增长，其中像是阿里巴巴推出了广受欢迎的开源人工智慧系统，那它今年的股价涨幅已经超过了120%。那中国最先进的晶片制造商还有中芯国际涨幅更高，大概是180%，百度、腾讯、小米还有其他中国科技产业股今年也都涨幅大概是在60%以上。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 AI 崛起引爆了股市狂涨，上海 A 股是创下了10年的新高，这是大陆股市在 AI 股方面的一些表现。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金价，因为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所以造成了黄金的大涨。目前呢，黄金期货的价格继7日首度突破$4000之后，8日它是站稳了相关的一些脚步，黄金现货也正式突破$4000这个历史性的心理关卡。目前累计国际金价在今年已经飙涨了超过了50%，这跟国际局势不稳到底有没有一些相关一些关系？策略师是说，金价突破$4000不仅透露出市场的恐慌情绪，更反映新一波的市场资金需要重新的相关的一些洗牌。那这个国外的一些新闻网特别有提到，黄金的涨势它反映了美国人试图要分散风险，要这个远离以美元计价资产，对美国的信任正在逐渐的削弱当中。而对冲基金的执行长呢，格里芬他也特别提到一个说法，是说投资人为了去美元化而转向黄金的这个现象令人相当的担忧，因为这反映出市场对于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信心正在逐渐的动摇当中。这边都提到黄金突破$4000，全球央行正迅速的要撤离美债，因为全球央行美国国债的持仓的规模也罕见的跌到了10余年来的最低点，这再次引发了美国主权债务及其他美元资产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下滑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看美债的这个部分，因为多项官方的这个包括了就业以及通膨数据，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延后发布的情况，一旦政府重开，大量数据涌现，规模达30兆美元的美债市场不排除会陷入动荡的情况。大家对于美债也相当充满了一些忧虑的部分。我们来看看大疆，大疆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垄断市场，那美国还在进行相关的一些围堵。这边有个消息是提到的是说，因为大疆的包括相机，包括无人机，这些有很多个产品突然降价1000元，这应该是人民币，引发了这个消费者的退货来进行相关的维权。大疆有多款产品，包括像是户外电源、云台相机、运动相机，还有扫地机器人，其中包括 Mini 4 Pro 最高降格是人民币的1478元，还有这个运动相机 Action 4最高价格跌价是1129元，这引发了这个消费者退货来进行相关的一些维权，总共大概便宜了是1500元。而另一方面，大疆的产品进行降价，不过美国对于大疆的围堵还是持续。目前美国法院判决这个大疆创新败诉，继续维持列入国防部涉军企业的相关一些名单。因为美国地区的法官在9月26号驳回了大疆的诉讼，指出国防部有大量的数据支持他的结论，认为大疆对于中国国防工业基础有所贡献。对于大疆，美国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些疑虑。我们请亮哥。这个
其实川普并不知道 AI 的实际状况啊。中国大陆为什么有可能会后来居上？因为它的工业产能大量应用人工智能的程度远超过美国啊。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产能大嘛。中国大陆的工业占全世界32%，美国只有12%啊，所以它的产能就很大，那就会用到非常多的芯片啊。那你 NVIDIA 只要稍微被追上，那中国大陆就开始国产化嘛，而且这个还不是只有一般的应用场景的人工智能，也包括机器人。是，中国大陆的工业机器人目前累计有200万台啊，占全世界的54%，这个也是要用芯片的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你只要让它慢慢，那大家习惯用国产芯片啊，那就会开始取代掉美国的原来的芯片比如说这个辉达现在在中国大陆整个 GPU 的市场大概占54%，华为已经追到27%了。你说它紧不紧张？当然紧张嘛。你H20如果不能卖，华为搞不好就追上来了。那只要追上来，你那个生态系，你那个CUDA以后就没有人用了。所以我觉得他当然会紧张啦，因为他才是当事者啊。这川普都是随便讲一讲啊。那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美国不会让黄仁勋卖更高阶的 GPU 了，所以这个叫命中注定了。你就等着让人家追上吧，因为你的差距也不大。你真的差距最大的是像台积电这一种，是或者是像极紫外光机阿斯麦尔那一种，这个就落差比较大了，大概3到5年这样啊。那至于这个金价，当然是普遍的对美元会贬值的一个不信任。可是我觉得黄金对美元的冲击还是有限的啦，因为黄金交易能有多少钱啊？拜托。我觉得真正冲击的是非美元的本币交易，这个冲击才大。你看最近那个中国大陆就抵制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必和必拓 BHP， 就说你如果不用人民币交易，我不要买了。这个冲击才大。当然从必和必拓，因为澳大利亚有3家嘛，中国大陆跟澳大利亚买的铁矿进口，一年是12.7亿吨呢，那个价格是几百亿美元啊，那个跟黄金怎么比呢？而且这个非美元的本币交易是到处都是我觉得美国确实会逐渐开始忧虑了，因为这个首先会反映在外汇储备，现在各国的美元的储备一定会下降嘛，因为我如果可以用本币交易，那我干嘛手上一大堆美元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国际支付了，投资短期内不太可能啊，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开放资本账啊，所以中国的股票你投资一堆，你钱弄不出去啊，这个美国占优势了，是外汇跟投资市场就股票、期货，这个美国是优势，可是外汇储备还有国际支付还有贸易交易。这个美国就头痛了，就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是用美元来做交易，这个其实会让美国少掉了一大笔钱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啦，中美这种斗争我看至少还要10几年以上这个因为老大不会轻易认输的啦。比如说大疆，我举例啦，美国军方具体跟白宫讲，我们如果都要自制，我们的无人机的平均成本是中国大陆的6倍。那白宫没有办法，白宫说对不起，我们一定要自己制，因为这是军民两用，影响到军工企业，我们非自己做不可，就是这样啊。我们台湾不是一样，我们也不准用大疆的零组件所以我们的成本也会拉高只是没有美国拉那么多啦。我们至少要拉3倍左右，可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国家安全的利益就远远超过商业利益了，就有这个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聂老师。OK， 我觉得我现在想要聊一下这个黄仁勋。我觉得黄仁勋啊，2、3年前来到台湾，在台大演讲的时候呢，引起了非常大的骚动，大家把他当偶像，也是台湾之光。可他回去以后，的确他其实很有大的压力。其实他到底是哪里人？他是9岁到了这个肯塔基，有没有？然后再慢16岁呢到欧伦读书，当然娶了一个这个美国老婆。但重点是他现在是美国人，没有错。可是他又是黄皮肤，其实他只要稍微呢帮中国讲话呢，实际上他们自己的美国人呢，村长班就有人会感冒，有人会讲反话，你知道吗？但他所以他立场有时候也很尴尬。第二，他的话到底是要为谁讲？其实他的心中讲不好听，就是为企业在讲，为他自己要帮股东创造财富最大化。可是有时候呢，有国家的压力，他也很痛苦，也不知道怎么办。尤其在讲中美之间的科技的先进的时候，他也不能一直强调中国多强，知道吗？可是川普一定说我最伟大，我最棒。的确，美国有很棒的矽谷，他东岸的这个华尔街，西岸的矽谷的确是了不起啦。但这个矽谷曾经忘记一时，现在还一直在研发很先进的东西，没有错。可是你不能只能夜郎自大，当然美国很大没错，你也不能小看别国的发展。就像 GDP， 中国就突然的超越，所有东西都突然超越。别那个比亚迪的汽车，突然这个绿人汽车全世界唱卖，大疆的无人机全世界这样子唱卖，值也好，量也便宜，量也多。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川普还自己在他最美的这个美国的科技幻梦中，有很棒的矽谷，最棒。但是黄仁勋其实也不敢真的得罪他，在1年多前，或许还说中国是有一段距离，但是在半年多前呢，当他的算力 H100 最高的这么算力的时候，他说：“你降个到20多%，20叫 H20嘛，是28%就卖给中国就好了。”川普说不行啊，我们不能让他成长。就后来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其实我们转个头就看到他了，你也不要以为他们做不出来哦。”你卖，要不然的话，我们当然还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川普说：“好吧，一卖，有没有想到中国就自己其实都有了，就很快就告诉所有的企业，这个不需要买，我们自己有。”后来他之前的不是那个 RTX 的 Pro 6000一样的发生到一样的这个情况嘛，所以他现在很清楚，中国很多东西都做得到。你所就最高端的，实际上你不给他反而会做得更快。这个是他当时跟川普讲的话，说你不让他做，他其实就做出来了。所以他的话语很清楚，转个头就到。现在认为搞不好就要超过我们了。其实我们横平来讲啊，全世界我们讲科技的东西 AI， 它有所谓的成熟制程、先进制程，的确先进制程，美国还是拿捏在最高制程的那一部分。刚刚讲到台积电啊，或艾斯摩尔、荷兰艾斯摩尔，或他们的设计端 EDA 等等的。重点是整个成熟制程是整个民用或者大部分军用或者世界上最多需要的成熟制程，其实已经中国早就追上了。当然，最后这个美国为什么要能够跟他用稀土？对它的稀土就是最先进制程那一端呢，所以我一直说，晶片稀土的最高端的那个才是未来的终极战争。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严老师。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的一个历史老师就跟我们说，他说历史这个会不断的加速前进。好，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这个在 AI 发展，在整个经济方面发展，就是一种加速的前进。就因为基础快了以后，越来越快，就是超过我们以前所想的。你也可能说是因为它是后发展，所以呢有参考过前面的一些发展的经验，但无论如何，他现在就是靠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规模、市场规模也好，或者靠他这个包括他所有的这个科技人才都可以拿来用，然后最后国家在推动之下，那我觉得美国现在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从来没看到过，过去他们被我们这种小的四小龙挑战啊，包括日本，他都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跟他竞争的全面性的竞争啊。然后还有一个最可怕的，我去大陆就发现他们的国产车可以卖到人民币10万块钱，是好车哦，还不错的车。那你想想看，台湾一听才40几万哦，你美国人听了都吓死了。就是你怎么去跟他竞争？大疆无人机也是一路在降价，这些东西。那以前你会说，哎呀，大家说买进口货比较品质好，现在也不见得啊。然后如果今天进口比这个国产的比大陆国产的要贵很多，然后大陆还有竞争力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它确实是一个就是以前说它是机械
这个基建的魔人，我觉得他现在是制造业魔人，而且是高科技魔人，很可怕的。那难怪就是说黄仁勋会担心。那我觉得川普还在活在他的梦里头，可能觉得说，哎，今天我可以去谈。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这节我们是持续讨论有关于两岸关系、有关于国际的相关话题。我们先来锁定台湾，难道真的要押宝高市早苗吗？这个是日华肯哦，他在国庆祝贺团在明天国庆日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台湾。事实上呢，他们今天已经来到台湾。那古屋呢是暗示呢会带着高市早苗写给赖总统的亲函哦，因为呢根据日华肯谈会的会长这个古屋圭司他表示，过去在安倍晋三跟岸田文雄任期的时候，确实都曾亲手带着总裁，也就是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党主席，他的亲笔信来到台湾。因此呢，他并没有正面的这个否认哈。不过呢，这个早苗呢，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呢，在日本还遇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困难。事实上，就是目前所谓的日本的执政联盟是不是触礁？高市早苗他放弃要参拜靖国神社，仍然很难达成共识，那可能会延到10月20号。当周才会选首相吼，按照高市早苗原本是15号就要召开临时国会来选出石破茂的这个担任继任者，但是传出与执政伙伴公民党遭到了一个协商上的一个困难吼，目前正在评估是不是要延后，要到20号当周才会举行。日本媒体透露呢，在政治上改革存在了相关的一些分歧吼。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早苗他是不是不再参拜靖国神社？那学者就特别呼吁台湾呢，就是指出他不会为台湾来冒险，强硬的保守态度遇到了政治现实也会出现低头的一个状况吼。高市他不参拜，其实是揭示了日本政治的一个相当现实的状况，即便是最强硬的保守派，也要在外交现实中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妥协，这是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台湾兵推出现了一个大危机，美国是不是也很难拯救？按照美国智库的兵推，中国如果封锁，那11天之后，恐怕全台会陷入大停电这样的一个状况。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后，在华府最近举行了一场兵推，一旦遭到了中国的全面封锁，台湾的液化天然气的库存将在短短11天完全耗尽。那他们也评估，未来北京不可能直接宣布战争，而是采取比较模糊的灰色地带。例如呢，它是用检疫隔离的方式来登船检查，来阻挠这些相关的船只进到台湾。那另一方面，按照这样子一个指控，我们只有11天的库存期，经济部长今天做出了一个回应，他表示会尽快增加安全天数，目前目标是2027年要达到14天，多3天，是啊，才多了3天。刚才亮哥有特别提到。另一方面，我们来谈看这个台北安全对话。这个有关于澳洲的前总理，他就是曝光了美国相关的一些兵推，说台海开战可能撑不过72小时，很难阻止这个解放军来登陆。按照这个前总理的说法是说，美国以往的兵推显示，若台湾部队在开战72小时之内就会承受相当严重的一个损失，将很难阻止或延迟敌军的登陆。不过呢，这个莫里森他又特别提到，台湾必须要在72小时之内重创共军，这样就出现一个很矛盾，我们很难挡72小时，又要我们去挡72小时，所以不知道这个前总理他到底要表达什么相关的一个意思啊。另一方面，我们再看到这个美军呢很难对中国出手，目前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消息指出呢，5大战区广泛的部署这个歼20哦，目前到目前的为止呢，整个数量事实上呢已经到了300架次了。因为呢，从歼20这个座舱的右前方的受油装置舱表面喷着 CBI 1洞3洞的字样哦，外界猜测它代表的可能是第10批生产出来第300架的量产型飞机，所以这个量产的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多。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是不是有美国的5架 F-35遭到了锁定？按照了委内瑞拉的这个国防部长，他是
说它是用它，这个它是指谁？主要就是这个隐形战机是说用中国制的反隐形雷达，在75公里外精准锁定到美国 F-35的战斗机，所以反这个隐形战机的雷达也是用中国的相关的一个设备对中国对外可能美国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场面。那现在美军事实上难道只能对付内部的敌人吗？根据相关的报道，是德州的国民兵，他现在已经抵达了芝加哥来待命川普要威胁要用叛乱法，然后遭到扩权。目前大概有200多名来自德州、300多名来自伊利诺州的国民兵，已经在芝加哥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集结。那川普再次攻击民主党政敌认为呢这个呼吁这个关押芝加哥市长与这个伊利诺州的一个州长，可以看到川普态度是相当的强硬。他发文表示，芝加哥市长因为保护移民殖民局的官员而入狱。另一方面，伊利诺州的州长他也认为他必须要入狱。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川普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强硬。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请亮哥有关于目前我们跟日本之间的一些相关的关系。我这次华肯拿总裁亲笔信来，这个也没什么这只是礼貌上的回应嘛。因为赖清德第一时间就恭喜他当选总裁嘛其实高市早苗要怎么处理国会多数，这是一个大问题了。因为国民党是既有的执政联盟国民党已经直接讲了，说他们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所以如果高市早苗不明确立场，那他们的合作可能会有困难那即便你加了国民党，也只有215席你国会过半是233那你还要再加维新会吗？维新会28席，维新会要求你大阪要改成副首都那这个法案上个会期表决没过所以我跟你讲，他未来的路还蛮坎坷的啦。而且我还没有讲到自民党内的不同立场的派系，比如说岸田文雄小泉进次郎他们对高市早苗的激进立场也有意见是，所以我跟你讲没有那么容易啦。而且接下来是川普要来割日本的韭菜，10月27号川普就要访日了，就要跟他要5500亿了而且国防预算要你加到 3.5%。日本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可能去得罪中国？日本的出口有20%在中国中国只有5%到日本我几乎可以预言他如果对有一些历史性的发言或者台湾定位的问题惹怒了北京福岛水产就立刻停了现在水产还可以卖中国大陆刚恢复嘛，就立刻停了所以我认为它的空间极小这个民进党还有青鸟不要做无谓的幻想我在这里要特别肯定陈冠廷民进党的立委因为陈冠廷待过国安会，对，我觉得他讲得很对了。他说我们也要考虑高市早苗的政治的限制，我觉得这个是实在话了。他其实空间非常小其实你去比安倍你就知道了嘛。安倍第2次当首相，安倍是安倍派的大佬分量比你高，而且他国会又过半。安倍上台之后参拜靖国神社，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再也没有了连安倍都这样，你要去期待高市早苗可以很激进大作为，这个太不现实了啦那至于这个天然气我不知道郭明鑫来回答14天有什么意义了那如果大陆封锁1个月呢，那你怎么办？国防部长顾立雄应该要回答一个问题不是不是有14天而是你可不可以处理的军舰突破封锁线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吧。因为封锁视同战争那现在只是中国大陆很可能就不直接封锁，他就用隔离嘛。对，这个就是 CSIS 的报告，就有点灰色了。可是隔离还是造成天然气的船进不来所以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郭明鑫这样就可以过关的，重点是国防部长你有没有办法突破封锁这个才是问题吧。
那个美国人在那边讲说，不然你都来美国买，那美国要承诺用军舰护航吗？不然请问你怎么突破封锁？所以我讲白了啊，我实在是很不想跟那个国防部啦、经济部啦来讲这种国防台海战争的敏感问题啦，因为基本上他们都回答不出来了。那到最后都有一个公式答案。所有委员我们都有准备，你放心。最后都这样，然后顾立雄再讲一句，可是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国家机密，都是这样。这个问答我已经碰过很多次了，他不会回答你的啦。那我们所有的专家都想不出来，你怎么办？美国、日本的专家也想不出来，奇怪，你有办法？国家机密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请聂老师。OK， 我现在讲一下，台湾当然从很久以前到现在，我们的政治氛围有2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海两岸政治情势的复杂，还有这个岛内狭隘民主意识的分歧。这意识分歧就是台湾存在2种，大概我们讲急蓝急绿啊，常常会打一架，前来前去吵一下，不蓝不绿等一下。现在就看你在光谱的哪里，基本上这2种人，我就把它称为叫中华兴和黄民情。其实很清楚的，高藻苗。他不管在上任之前，到他要上任，现在不管赖清德的表象都非常清楚。其实他还有林佳龙都曾经先后去拜访过这个所谓高藻苗，而高藻苗呢，其实不管怎么说，日本这个肯华会他来到台湾，我觉得这是例行的，也是必行的公事。从李登辉开始，大概这个行程来去，大概就不会断过了啦。所以这个讲下去，这个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但是我觉得高藻苗刚刚就像我们这样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他现在内忧外患嘛，他自己真的。就算他今天当了首相，连他小他20岁的这个小泉，他能不能搞定，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外面的川普未来给他的压力，刚刚都说明了，我就不多说这一块哈。我现在想讲另外一块，就是说台海两岸的问题。我觉得刚刚讲的很有道理啊，14天减11天，差3天，这个3天的意义在哪里？我不懂，真的很不懂。好，那你是学经济的，我也是学经济，那就搞这个所谓的3天加减乘除，我这个减法，我这不懂，3天是干嘛？是3天在准备就可以反击了吗？好，不管怎么说。其实啊，我早期就听说，真的，我想我们的对岸很想跟我们有所谓的统一啊，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大概有分4个阶段啊，4个层次。第一个叫和平统一嘛，和统；第二个呢就是封锁。那当很多聪明人会想象到怎么样的封锁，比如天然气在海上封锁啊，你就几天，这个聪明人想出来的，其实真的不用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知道我们有这种困境，怎么解决？不是在数字玩游戏。封锁这个其实还不只是天然气，有太多的经济封锁，各种封锁。第3种是威吓嘛，当然威吓，当然你可以短威吓、长威吓，你只要有一阵子威吓让到人民到了一定的门槛，害怕了，我跟你讲，机票就买光了。汇率就变换了，就开始去买汇了，你知道，就很多人就要跑，就跟那个96年3月9号那个亚伯兰试射那天状况很类似，然后2个礼拜买不到机票，新加坡航空啊、美国航空先带自己的子民先飞走，你知道吗？那时候恐慌就会出现那种威吓，我觉得对岸要做是做得到，他们只是现在还不会想这样做，因为他们还要对抗的是外来势力，就是美国。第3个叫直击啊，当直击，我觉得第一个合同现在已经不太可能嘛，第2个直击呢，我也打叉，他直接打，因为他们讲过3不嘛，他们尽量不打，而打的话尽量不打死人，那也不打，就非打不可就打死只反抗的军人。他们这3不政策，其实他们心里说不想打。但既然有封锁的可能性，有威吓就有可能捅的话，我觉得他们不需要做到打。所以这种所谓的我刚刚讲的封锁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要去想象太想象这种数字的问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两边的这个关系，我就要把它氛围弄到这个恰恰好，让对不要有这种太紧张气氛才是重要的。我最后想讲一个哈，我觉得刚讲到那个飞机的事情，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啊。我就分析过这个全球的战机的排行，我们不管从4代战机跳到5代战机，那现在前10名大家都是撑到4代到5代之间。对，5代战机最强的，大家可能还是认为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F-22、F-35。可现在出现问题，就是即便不是排行前面是第4、第5名的歼20哦，也可能它的威力不差它。我现在要讲的重点就是值和量。今天呢，过去的 F-35它做了很多的量，其实它是支援其他国家，它是卖军器。那就算量多了，它现在的能力其实我觉得衰减，即便被这个国际媒体啊排抽到第1，可是我觉得它有问题。现在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技术已经高超到我刚刚讲这个 JY 啊27A，这个就是一个反引擎。
反隐形的这个能力。我跟你讲，我最强调的是，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很想当飞行员，因为我是空军子弟。我在台中去考了这个空关，因为我夹人体位，我到现在眼睛视力都非常非常之好，所以我很想开。当时是比眼力的，谁先打到谁最厉害。可到5代战机强调是隐形哦，你眼力再好，你看不到我啊。我速度呢，每小时可以到将近2000公里，2000公里哦，这个1200多英里。现在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比速度还要比隐形。现在中国有技术可以帮你返回来，你隐形都被我抓到，请问你再厉害怎么飞？我觉得未来的战士军事实力啊。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去讲，就看到93阅兵，你就会发现未来的这个此消彼长。就美国制造业空洞化，过去再强的军事，海上再强的飞天空，所以未来可能都不比一个潜龙飞出来直接跳跃要来的这个厉害。所以未来我觉得台湾尤其要正视美中甚至日这各种关系的拿捏。好，我们请杨老师。我想高市他这个合作的伙伴公民党公民党其实是有一个佛教的一个团体在支持，所以他跟中国的佛教团体关系还不错。他不太愿意看到因为去参观靖国神社而影响到他们跟中国的互动。那所以看起来，你看每年秋季是10月17号到19号是正式参拜。今天现在搞了一个20号以后才会举行。对他就是看你，不然你再先给我偷跑了当选以后先去了已经就是看看这个情况。那我觉得高市他自己在你看去年他跟石破茂选的时候，他说他会去今年他就不敢了。今年他就说我会考虑从这个看看合不合适，所以他也会务实的来看这个事情。那我比较觉得说，我们想知道就是72小时这个澳洲前总理提出来的，那这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是过去2.5% GDP 的国防预算。那我们现在到3有没有变成90小时或100小时？那如果我们提升到5或10是多少小时？我很想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算出来，然后我们看看到底值不值得做这么多的国防投资？否则的话，如果按照美国讲，你今天我们提到5%，结果你还是给我72小时，那我们不是浪费钱吗？美国以前说1个礼拜。对了，那现在其实是 Morrison 讲Morrison 讲好，那我不晓得，但是我的意思，你总是要给我们点时间嘛。所以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东西，我需要知道是多少小时那我觉得川普我对美国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今天你看，他过去在洛杉矶威胁然后在这个芝加哥，还有一个美国最蓝的州叫做纽约3个州3个大城都是黑人的市长，然后都是这个白人的州长那纽约是女性的。按照道理来讲，纽约的治安当然是现在是好一些了可是呢，你为什么不去提纽约？纽约其实非法移民更多因为纽约的市长已经被他收买了因为他希望把纽约市另外一位民主党的候选人给打败，所以他请他现任的市长说，你本来就已经民主党放弃你了，那你也不要独立参选然后就让郭沫去选，这样子他可能有机会把这个极左的这个他们叫做社会党的，可能是比较偏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给击败，所以他今天不会去批评纽约，因为纽约现在变成纽约市场变成被他收买了，而去批评芝加哥。可是你看芝加哥，我看州长跟这个市长态度也很强硬也是要跟他拼，而且讥笑他，大概又是说你可能还是一个 taco 你是讲了，到最后可能不一定敢执行了。是。